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的逆袭人生，从农村女孩到国际影星，她是如何做到的？赵丽颖从小演员到影视焦点，经历配角暗淡与质疑，凭《陆贞传奇》《花千骨》等作品走红，后转型成功并应对舆论风波，用法律维权。今在电影领域获奖，事业攀升，其坚持与勇气值得学习。在阅读此文之前，辛苦您点击一下关注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赵丽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，一路摸爬滚打成为影视界的焦点人物。她经历过配角的暗淡，也尝过被骂的苦涩，却凭借坚韧与实力华丽转身。她的故事里有奋斗的热血，有成名的风光，更有应对风波的果敢。究竟是怎样的传奇历程？初入演艺圈，2006年，赵丽颖凭借雅虎搜星的机遇，踏入了这个充满梦想与挑战的圈子，签约华谊兄弟。本以为是迈向辉煌的开端，可谁能想到，随后的几年里，她只能在众多影视作品中饰演配角。在《南越王》里是小皇后，金婚中是不起眼的三女儿多多，锁清秋也只是个小角色文燕。无人问津，演艺事业进展的缓慢的她，或许也在过去的某一刻，也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些许的迷茫。机会与质疑并行，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2011年，她在《新还珠格格》中饰演晴儿，这个温柔聪慧的角色让观众开始注意到她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质疑声。有人骂她根本不适合这个角色，说她的形象和演技都无法撑起晴儿的人设。可赵丽颖并没有被这些负面评价打倒，她默默努力，等待着下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名声大噪，终于2013年的《陆贞传奇》成为了她演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这部剧一经播出，仅3天收视率就破2%，赵丽颖凭借陆贞一角，更是荣获2001-13国剧盛典最受观众喜爱的新人女演员奖。她用实力向那些曾经质疑她的人宣告，她不再是那个任人轻视的小配角。此时的她，是不是就已经让你刮目相看了呢？真正使她声名大噪的，当属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。这部作品助推她走向事业巅峰，迎来璀璨星途。这部剧堪称现象级佳作，微博阅读量达80.8亿，雄踞全国网、城市网收视率排行榜首，更连续29次斩获单日收视冠军之位。赵丽颖把花千骨这个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，从前期的单纯懵懂到后期的爱恨交织，尤其是那些哭戏，不知赚足了多少观众的眼泪。那一年的花千骨，相信没有几个人会没有看过。下定决心转型，随着名气的增长，赵丽颖知道自己一直存在饰演了过多同质化角色形象的问题存在，所以她并没有选择固步自封，而是不断寻求转型与突破。在2018年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，她突破以前的表演模式，把盛明兰这一角色塑造的细腻且立体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从一个不受宠的庶女成长为后门主母，她在剧中的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动作都传递着角色的情感与智慧。这部剧也让她收获了更多观众的喜爱与赞扬。深陷舆论风波，只是让赵丽颖没有想到的是，一直以来自己苦心钻研演技，虽然在作品上不可避免的也有过闲言碎语的产生，但都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风波。可一次中餐厅的录制，却让自己深陷舆论风波。节目中，她遭遇节目组的恶意剪辑，用自己的筷子翻搅冒菜以及在公碗中扒菜的画面被刻意突出，而其他嘉宾做同样的事却被忽视，并且节目还篡改了她的行为时间线，让观众误以为她耍大牌不干活，这对她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。她的工作室不得不发声明硬刚节目组，才换来节目组敷衍的道歉。或许也正是这次经历让她意识到，面对他人的诋毁与恶意，
他不能再用沉默来应对，他要强硬地回击过去，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。2020年2月28日，他的2例名誉权纠纷案件一审胜诉，被告高某与杨某因发布具有侮辱、诽谤性质的言论，被判定构成侵权，他们需要公开赔礼致歉，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所需成本。还有一位未成年被告梁某，在主动致歉后，赵丽颖基于其诚意等因素，免除了他的部分责任，既维护了自己的权益，又展现了他的大度。赵丽颖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，用坚定有力的态度让那些只敢在网上肆意谩骂、诋毁他人的一些键盘侠们抱头鼠窜。赵丽颖的奋斗故事不仅是一个普通女孩改变命运的传奇，更是无数人坚持梦想、勇敢前行的真实写照。从一个农村女孩到今天备受瞩目的国际影星，赵丽颖用她的坚持、努力和无畏向世界证明，只要敢拼，梦想终会开花结果。赵丽颖的励志之路，从默默无闻到光芒万丈。赵丽颖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成长环境并不优越，但她从未放弃对艺术的热爱。没有表演专业的背景，没有雄厚的资源支持，她仅王一博时尚风暴，她的穿搭为何总能引领潮流？王一博那娃穿衣裳中不中？要我说嘞，现在这年轻人穿衣裳花里胡哨的，我这老太婆也看不懂。不过电视上那个叫王一博的小伙子穿的衣裳倒是挺精神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。听说那娃喜欢穿啥小香风外套，说是穿着帅气，还有啥时尚性。我寻思着，这小香风是啥玩意儿？是不是穿上就香喷喷的？不过看照片，那衣裳确实挺板正，那小伙子穿上显得挺有精神头，不邋遢。王一博穿搭风格全解析，如何评价他的时尚影响力？还有人说他在啥 Vogue 盛典上穿的衣裳更好看，啥针织衫配牛仔裤，说是展现自我风格，还潮酷。我这老太婆也不懂啥叫潮酷。原 http://emdz.anoutcommunimeter.com 原 http://dme.shakumi.com 原 http://ing.news.xww.com 原 http://zsk.ysfds.com 原 http://aqxk.net.cn 就知道那衣裳穿在他身上不难看，挺精神。就是那娃表情冷冰冰的，拽拽的，看着不太高兴似的。这年轻人类就是让人捉摸不透。这娃听说还喜欢穿灰黑色系的衣裳，说是私底下穿的随意。我寻思着，这年轻人不都喜欢穿的鲜艳点吗？咋就喜欢穿灰黑色呢？不过看照片，他穿那灰色的卫衣，戴个黑帽子，也挺精神。这娃看来是懂穿衣裳的，知道咋搭配。有人说王一博穿衣裳好看，是因为他身材好，气质好，能把花里胡哨的衣裳穿出自己的特色。还说他穿啥破布麻衣都能穿出时尚感。这话我信，人长得好，穿啥都好看。就像那戏台上的角儿，穿啥衣裳都好看，都是一个理儿。王一博穿搭风格全解析，如何评价他的时尚影响力？王一博穿衣裳中不中？这年轻人类有自己的想法，喜欢穿啥就穿啥。咱们老年人也不懂，也别瞎掺和，只要穿得干净整洁，精神头足，那就行了。王一博穿搭风格全解析，如何评价他的时尚影响力？听说这娃今年在时尚圈挺火的，穿衣裳也受关注。
不过，我这老太婆觉得穿衣裳这事儿自己舒服就行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在当今娱乐圈中，王一博不仅是一位全能艺人，更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时尚潮流引领者。从机场街拍到活动红毯，从剧中造型到日常私服，王一博的穿搭总能引发无数讨论和模仿。他如何通过独特的风格塑造自己的时尚影响力？他的穿搭为何总能引领潮流？本文将深入剖析王一博的时尚密码，并与大家一起探讨他的穿搭哲学背后所蕴含的态度与意义。1. 王一博的时尚密码：自信与独特。从细节入手，打造专属风格。王一博的穿搭风格不仅仅依靠品牌或奢侈品的堆砌，而是注重细节的搭配。他擅长在整体造型中加入个性化的小配饰，例如独特的帽子、项链或戒指，既不喧宾夺主，又能彰显自己的风格。这种对于细节的关注，让他的穿搭充满层次感和辨识度。敢于尝试，突破传统。王一博从不拘泥于固定的风格，无论是街头嘻哈风、运动休闲风，还是高定优雅风，他都能驾驭自如。他勇于尝试新颖的设计和搭配，不惧挑战，展现了年轻人独有的大胆与自信。这种尝试精神也引导粉丝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，用更多元的方式表达个性。时尚态度，舒适即王道。尽管王一博常以精致的穿搭出现在镜头前，但他始终强调舒适感的重要性。从他的私服来看，许多单品兼具时尚与实用性，这种贴近日常的穿搭方式让粉丝觉得更接地气，同时也更容易模仿。2. 王一博为何成为时尚风向标？拥有强大的驾驭能力。王一博具备一种衣服挑人与人挑衣服并存的时尚驾驭力。无论是廓形大衣还是修身套装，无论是极简主义还是浮夸设计，他都能将每一套造型穿出自己的味道。这种对不同风格的适配能力，使他成为品牌与时尚设计师的宠儿。与品牌的深度合作。作为多个国际奢侈品牌的代言人，王一博频繁参与各类时尚活动，为品牌带来了高曝光率。他独特的表现力与品牌的调性相辅相成，不仅提高了品牌的认知度，也让粉丝更关注他的时尚表达。这种合作关系让他逐渐从偶像蜕变为时尚 icon， 用作品与影响力加持时尚。王一博的成功不仅在于穿搭本身，还与他多领域的成就密切相关。作为演员，他用影视作品塑造多样化的角色；作为歌手与舞者，他在舞台上展现出极强的表现力；作为赛车手，他更以另一种身份展现了生活的多元性。这些综合实力让他的时尚表达更加立体，让观众对他的每一次造型都充满期待。3. 王一博时尚风暴背后的深远影响，引领年轻人追求自我表达。王一博的穿搭风格并非一味迎合大众审美，而是强调自我表达的独特性。他通过不同的服饰风格向外界传递信息，时尚并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种语言，一种态度。许多年轻粉丝在他的影响下，不再盲目跟随潮流，而是尝试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，推动多元化审美观的形成。传统审美对男性穿搭的定义相对局限，而王一博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。他既可以展现硬朗的男子气概，也能诠释柔和优雅的一面。这种多元化的时尚表达，促使观众重新思考性别与服饰的界限，为现代审美注入了新的活力，助力环保与可持续时尚。在全球越来越关注环保的背景下，王一博多次选择支持环保主题的设计作品。例如，他身穿由再生材料制成的服装亮相活动，这种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，也引导粉丝关注可持续时尚的发展。